富士康造车有多卑微？2015年，马斯克公开说，汽车不是手机，富士康造不了电动车。2018年时，特斯拉的汽车工程主管也嘲讽富士康说，富士康就是利用体力劳动来实现规模效应，这种模式可以为苹果生产产品，但是无法适应更复杂的特斯拉。当时富士康还十分硬气，郭台铭多次说道，汽车就是有4个轮子的手机，富士康能造手机就能造出汽车。这句话从字面的意思就是在回应马斯克的质疑的。结果2022年时，富士康就服软了，他们的董事长刘扬伟在发布会上直接表白特斯拉，希望他们可以为特斯拉代工。为了引起特斯拉的关注，还将自家的几款车型取名为 Model B、Model C、Model D、Model T 等等代号，很明显就是在碰瓷特斯拉。但是特斯拉可一点都不惯着他们一直在谋划自己的超级工厂，就是没有考虑过代工的模式。富士康的热脸贴了冷屁股。这还不是最惨的，富士康造车的计划是一次次受阻。他们在2005年就入局了汽车产业链，2015年时就找人合作造车，2020年更是亲自下场，还搞了一个电动车平台 MIH 联盟，邀请了2000多家企业加入，并且声称要做汽车界的安卓，那声势搞得是轰轰烈烈啊。结果自家的汽车一直没量产，MIH 平台也是不温不火，能不能生产还不知道，代工对象几乎没有大型车企。富士康造车道路可谓是异常坎坷。对于富士康能否造车的争议，丝毫不亚于富士康能否离开中国。更关键的是，他们与比亚迪的较量从手机一路打到了电动汽车，但如今比亚迪已经能和特斯拉掰手腕了，而富士康却还在为给谁造车而发愁。那么问题来了，富士康为何要造车，又是如何失败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很多人对富士康的印象就是苹果的代工厂，但其实富士康在汽车上的布局非常早，比现在的造车新势力魏小李还要早得多。2004年时，富士康就收购了台湾安泰电业公司。安泰是全球第4大汽车零组件厂，旗下有非常多的产品，其中汽车线束是最出名的。他们的客户有大众、日产、福特等汽车巨头。富士康收购安泰，就是要借助他们的渠道和产品进军汽车供应链。在安泰之后，富士康又布局了其他汽车配件业务，比如电动车上非常重要的电池和中控屏幕等。2010年，富士康成为特斯拉的供应商，为特斯拉提供触摸屏面板、连接器等电子零件。富士康由果系供应商扩展到特系供应商。2013年，富士康汽车产业链再进一步，相继成为奔驰、宝马等巨头的合作伙伴，为他们供应车载娱乐等电子设备。可以说，在汽车产业上，富士康不仅做得早，而且做的是一帆风顺。如果按照这种轨迹发展下去，以富士康的壮大速度，他们也许会逐步成长为汽车产业链的大型供应商。一切的转折发生在2013年。当年，中国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宣告中国新能源汽车从产业规划正式落地，新能源汽车变革的速度加快了。很多有眼光的创业者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潜力，资本也开始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次年，蔚来、小鹏、理想相继成立，就连苹果公司都悄悄成立了泰坦计划，准备进军新能源汽车。而特斯拉更是成为科技的宠儿，被称为改变行业的领导者。新能源汽车一夜之间火爆全球。作为苹果代工厂，富士康自然要紧跟苹果的布局，于是他们瞄准了整车制造，准备正式进军造车业。2014年，富士康就联合北汽成立了一家电动汽车租赁公司绿狗租车，它的模式是模仿当时非常火的共享单车模式，由北汽提供车辆，两者共同建立租赁平台，消费者在平台上就可以预约汽车。可惜的是绿狗生不逢时，他们刚刚成立时，中国就调整了汽车补贴政策，导致两家对绿狗的投入成本大大增加。再加上那时候电动汽车的续航短，很多消费者并不愿意去尝试。最终在亏了千万后，北汽被迫出售股权，富士康首次造车就以失败而告终。2015年，马斯克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汽车比手机复杂的多，你不能去找富士康这样的工厂说给我造辆车吧。这句话让富士康感到非常的不爽，于是他们开始了第2次造车尝试。当年7月份，富士康联合腾讯以及和谐汽车成立了和谐富腾投资集团，总投资10亿人民币，并且他们还挖来了众多汽车经理人团队，其中包括英菲尼迪中国区总经理戴雷、沃尔沃中国区 CEO 付强、原宝马 i8 项目的负责人毕福康，这几个都是汽车界有名的精英，由他们来主导企业的发展，可以弥补和谐富腾造车经验缺少的问题。所以和谐富腾成立的时候也是轰动一时，外界对于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才是未来新能源汽车界的扛把子。这句话翻到现在听可能有点牛皮吹大的意思。不过在新能源汽车刚刚起步时，他们的底子还算是比较厚的。这3家企业里，很多人对富士康和腾讯都比较熟悉，但是和谐汽车能排在富腾的前面，自然也不是无名之辈。他们是当时国内第2大豪车经销商，旗下有全国众多的经销网点，可以解决和谐富腾销路的问题。
富士康就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全球代工巨头，最擅长的就是利用精密模具等手段控制成本，再加上他们已经在汽车产业链上积累了10年了，对于汽车供应链非常了解，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各大汽车巨头的认可。由富士康负责智能电动车的整体设计与生产代工，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有腾讯，虽然他们没有啥造车经验，但是作为国内数1数2的互联网大厂，软件实力非常强悍。由他们负责车联网系统以及技术平台的支持，技术水平肯定是有保障了。也就是说和谐富腾是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才有人才，要销售渠道还有销售渠道。相比于当时年年亏损的比亚迪以及资金匮乏的造车新势力来说，和谐富腾更加被外界看好，就连和谐汽车的股价也因此大涨了70%，市值一度达到了144.44亿港元。然而无数次经验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几个牛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的，有时候就算是饭送到嘴边，有些人也会吐出来。和谐富腾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在成立1年后，富士康和腾讯就先后退出了该公司，3大组合只剩下一个和谐，让和谐这2个字尴尬到了极点。富士康退出后更是对外宣布，此后不再投资汽车整车制造项目。为啥会这样呢？其实怪不了别人，一切都是自己作的。和谐富腾成立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新能源汽车造车资质的问题。一般来说，造车资质有2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建厂申请国家审批获得，这种方法耗时耗力，难度比较大；还有一种就简单一点，就是直接花钱收购有造车资质的企业，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谐富腾选择的就是第2种。2015年，和谐富腾先后斥资近2.9亿元收购浙江绿野汽车。绿野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过，因为这家公司并不大，旗下的汽车业务是以低速电动车为主，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没啥技术含量。因此很多人猜测和谐富腾收购绿野，目的就是为了快速获得电动车的生产基地跟资质。然而让很多人惊掉下巴的事发生了，他们收购完才发现，绿野汽车拥有的资质是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方面的许可证，恰恰没有汽车的生产资质。没有生产资质，谈何造车？结果资质的问题还没解决，和谐富腾内部又因为造什么车产生了矛盾。和谐汽车作为一家豪车租赁公司，他们旗下拥有成熟的客户以及销售网络，因此他们主张以高端车型为主的路线，然后再扩大经营范围。这种模式跟特斯拉很像，特斯拉就是先立足高端电动车，然后向下开发车型。腾讯则是一家典型的互联网企业，他们的战略一直都是以量取胜，先占领市场规模，然后再丰富车型。所以他们坚持以低端的经济车型为主，先打开知名度，再慢慢发展。这种模式可以参考比亚迪，比亚迪也是以低端起步，积累够了才逐步过渡到高端车型。于是团队内部就爆发了矛盾，经理人团队也是被难住了。如果他们是以高端车型为主，那么整个集团的资源就基本被和谐汽车绑定了，腾讯的存在感就变低了，被迫成为一个单纯的投资者。作为一家互联网大厂，怎么可能屈居别人身下呢？但是如果他们以低端车为主，和谐汽车的高端汽车渠道资源就不复存在了，那不是暴殄天物吗？和谐汽车肯定也不会同意，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最终和谐富腾决定干脆不做选择，2个路线同时进行。以和谐汽车为主的团队成立了高端电动车品牌 FMC， 低端车型则是以腾讯为主，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新的汽车品牌爱车。但是这个时候富士康不乐意了。要知道，富士康在和谐富腾中是负责整车的设计和制造的，本身就属于重资产投资。现在2条路线同时开搞，富士康就得付出双倍的精力跟成本。这要是成功了还好，但失败了，富士康不得损失惨重。于是富士康就尴尬了，估计也是经过风险评估啊，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应该集中资源攻克一个项目。和谐富腾内部矛盾从2者扩大到了3者，最终实在无法协调，只能不欢而散。老实说，和谐富腾2个汽车品牌的实力都不弱，在当时是有可能成功的。FMC 由新公司注册地在香港，负责人是先前挖来的职业经理人毕福康和戴雷，他们手下还有宝马 i8 系列汽车团队的几名成员，比如负责总体设计的雅克布、产品管理负责人文德斯、电机系统研发工程师阿本德罗特，阵容依旧强大。FMC 也拿到了数亿企业的投资，爱车则由富强负责，后来在腾讯的主导下又创立了上海爱驰易维，他们在2016年落户江西，预计总投资133亿元，年产计划将达到30万辆。这2个品牌都有狗大户买单，如果专心搞，不一定没有成功的可能啊。但是富士康的本意就不是创业创造一个品牌，而是打入整车制造这个行业，说白了就是有风口我去踩踩，如果能飞起来最好，飞不起来就算了。所以他们自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最终选择了离开。他的离去又让原本的铁三角少了最重要的制造环节，拖慢了研发速度，再加上造车资质的问题，让和谐富腾造车项目胎死腹中，富士康的造车梦第2次破碎。这一次他们意识到造车的不易后，富士康对于造车的信心明显动摇了。
汽车战略不再是自己造车，而是投资与汽车相关的各大企业。2016年，富士康投资了滴滴1.199亿美元。2017年，富士康又斥资10亿元人民币入股宁德时代。2018年，他们再次领投了小鹏汽车的 B 轮融资。富士康的多个投资项目都取得了成功，而且还通过入股拿到了一部分汽车零件的份额，这也证明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确实非常好。按道理来说富士康的这种兼职模式也不算有错，既有主业也有副业。如果能躺着不造车就把钱挣了，谁还愿意那么累呢？但是世间就没有永远能躺着挣钱的行业，在副业刚刚拿到回报时，富士康的主业却遭遇到了暴击。最近几年，中国国产手机集体爆发，抢占了苹果不少市场，让富士康的手机代工业务也受到了冲击。再加上手机市场份额饱和，让整个行业开始变得低迷，富士康的代工业务直线下降。2017年时，富士康的营收增长速度还能达到 8%， 但是到了2019年时，他们的营收增速就跌到了 0.82%， 相当于原地踏步。更关键的是，他们对苹果的依赖非常大，几乎就是靠着他们赏饭吃。但是苹果却不想过度依赖富士康，而是采取多家供应商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他们更倾向于扶持老二，制衡老大。于是苹果就将一部分手机订单业务给了立讯精密，用立讯给富士康施加压力。富士康也体验到了国链企业的痛苦，而且立讯精密还有大量的自动化生产线，成本比富士康还要低。如果让立讯成长起来，那么富士康的代工主业就要面临生死危机。所以对于富士康来说，公司必须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而自己先前放弃的新能源汽车潜力已经爆发，当初实力比自己还要弱的造车新势力，估值都已经上百亿了。痛定思痛，富士康再次重启造车战略，而此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接近饱和，造车新势力比亚迪、特斯拉等等车企都已经崛起，富士康想要重新入局，就得另辟蹊径。而这一次，他们终于有了急迫感，不仅全力压住，还开启了当初最不易做的事情——多线并跑的模式。以前有多讨厌，现在就有多狼狈。2020年1月份。富士康与菲亚特克莱斯勒达成协议，他们将共同出资成立新的电动车公司，开发中国市场。同年，鸿海集团与裕隆集团成立合资公司鸿华先进。裕隆集团是某省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他们旗下的纳智捷大家应该很熟悉。说实话，开过纳智捷的车主应该都知道，这个品牌的质量只能用粗犷来表示，因此他们的汽车销量并不高，甚至还一度陷入到亏损的地步。当时裕隆集团因为巨额亏损，准备断臂求生，富士康瞄准机会收编了裕隆集团，看中的正是他们的造车资质和整体的设计能力。富士康也凭借裕隆集团拿到了某省整车制造的资质。2021年1月份时，富士康和吉利成立了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 50%， 主要业务也是为了提供设计和制造生产等服务，相当于间接获得了中国大陆造车的资质。同年，富士康还高调宣布要投资拜腾汽车，这就有点搞笑了。拜腾汽车是何许人也？其实就是和谐富腾旗下的高端电动车公司 FMC 生产的。他们在2017年成立拜腾汽车品牌，2020年时，他们获得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资质，但是因为时间线拉得实在太长了，导致量产车型迟迟无法推进，亏损了数十亿元人民币。因此有人猜测，富士康这一次是为了抄底拜腾，直接获得汽车的生产资质。但是这两次尝试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当年9月份，富士康就已经搁置了与拜腾的合作，后来与吉利的合作也陷入僵局，并不算成功。2021年11月，富士康又将目光瞄向了美国，他们动用了 2.3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造车新势力洛斯敦手中的一个组装工厂，并且在1年后，富士康又向其注资 1.7 亿美元，成为这家造车新势力的最大股东。这也让富士康的造车版图扩大到了美国。2年时间里，富士康搞了5家合资造车公司，很多人非常不理解富士康为何如此疯狂。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上面说的落后先行者太多就是一个方面，你得疯狂补课才有可能追上先行者。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野心做准备，那就是做汽车界的安卓。2020年10月份，富士康推出了旗下一个汽车开放平台 MIH， 并且宣称自己要做汽车界的安卓。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仿照手机界安卓的模式来运转。手机有2个制造模式，一个是封闭式的苹果，他们有自己的软件系统和部分独有的供应链企业，别的企业很难插手进来。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安卓模式，他们软件和硬件都是统一标准，企业可以在供应的软硬件进行定制升级，就像现在的小米、OPPO 等国产手机一样，供应链配件几乎都一样。相比起苹果的封闭模式，安卓开放模式可以让所有的手机品牌都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手机性能升级。而在汽车上，大部分还是传统的闭环模式，比如特斯拉就是典型的苹果模式，他们有自己的供应链。富士康 MIH 平台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封闭模式，建立一个可以共享的供应链，在这条供应链上有大量的汽车零配件可供选择。而富士康自己则作为整车设计和制造企业，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这样汽车品牌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就能造出一辆汽车。
说白了，这个 MIH 平台就是为富士康代工服务的。为了让这个 MIH 平台的优势不断放大，富士康组建了 MIH 联盟，并且邀请全球汽车供应链企业共同参与，其中包括微软、宁德时代、高通、联发科、德州仪器、工业富联、国光电器等半导体、电池、材料领域的企业。据统计 ，MIH 联盟的成员已经多达2400家企业，规模相当庞大。从数据来看，富士康的 MIH 联盟是不是很强大呢？但是光看数据并没有什么用。这个联盟的规模看着庞大，但是大部分都是汽车供应链厂家，属于富士康的上下游厂家。说白了就是卖东西给富士康 MIH 平台的，目的就是来挣他们钱的。而真正能让富士康挣钱的大型汽车品牌厂家几乎就没有。所以富士康也很着急，为了展示自己的 MIH 平台有多牛，他们还特意利用它造出了几台汽车。2021年10月份，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发布了3款 Model 系列的纯电车型，分别是纯电动轿车 Model C、纯电动 SUV Model E 和电动巴士 Model T。2022年，富士康又推出了2款车型，跨界 SUV 的 Model B 和皮卡电动车 Model V。富士康的 Model 系列车型可以说将目前市面上的几款主流电动车型几乎一网打尽。本来他们还希望借此机会多接一些汽车订单，但是让富士康没想到的是，这几款车型不但没让富士康快速获取业务，反而口碑直线下降，被网友质疑是碰瓷、抄袭以及技术落后。首先 Model 系列碰瓷特斯拉，整车的设计造型与其他品牌也是高度相似，部分技术还是其他厂家淘汰的路线。于是在富士康新车型发布后，他们依然没能获得大型车企的信任，只能拿到一些小车企的订单，这些车企几乎没啥实力和销量，纯粹就是看中富士康的资源而已。其实就算是富士康的 MIH 平台以及造车技术都很牛，找他们代工的车企也不会很多。汽车平台对于车企来说都是属于核心技术，很多车企宁愿选择自研，也不会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像比亚迪的 E3.0 平台、E4方平台、吉利的 SEA 浩瀚平台、长安的 EPA1 平台等等都是如此。即便像造车新势力也都有自己的平台，比如理想的 X 平台、蔚来的 NT2.0 平台。其中比亚迪的 E3.0 和吉利的 SEA 浩瀚平台也已经宣布将会对外开放。而作为对比，富士康的 MIH 平台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所以富士康的汽车界安卓的梦想短时间内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熊猫，欢迎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见。5月22号，华为完成了一项壮举，他们在15小时内将旗下88家子公司的管理软件全部替换成了自研 Meta ERP 软件。如此大规模的替换在全球都没有先例，因此围观和表扬的都不少。但是大部分人依然低估了国产 ERP 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ERP 系统中文叫企业资源计划软件，负责企业的各个业务的管理，就像人的神经系统一样，属于企业最关键、最重要的 IT 应用。接触过 ERP 的可能都知道这些内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ERP 系统其实也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关键软件。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国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其中 ERP 系统就属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里的核心部件，它承载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任务。但是这么重要的软件，中国曾长期依赖国外，美国甚至对国内企业断供停服，不让他们使用 ERP 系统。这次 ERP 软件突破，就是国内 ERP 软件企业联合起来的一次自救。它的出现打破了美国的封锁，保证了中国数字经济转型。其实不只是 ERP， 中国数字经济的其他核心技术也被美国针对，比如 5G 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他们目的就是为了拖延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时机，而中国则在这些技术上不断突破，证明封锁是封锁不住的。那么问题来了， ERP 软件到底是啥？为啥它能支撑数字经济呢？数字经济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为啥一定要实现数字技术的自研呢？大家好，我是熊猫，今天就借助国产 ERP 突围的例子，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很多人可能对数字经济并不了解，数字经济的关键点在于数据2个字，只要你间接或者直接利用数据进行生产，那么它就属于数字经济的一种。在数字时代中，数据将会和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劳动力、电力一样，成为一种渗透进各行各业的重要资源，因此它的涉及范围特别广，既有传统行业，也有新兴行业。根据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长非常快。2005年时，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只有 2.6 万亿元左右，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数值涨到了 50.2 万亿元，占比已经达到了中国总 GDP 的 40% 以上。预计到2030年时，中国数字经济有可能超过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形式。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识。未来一定是数字化时代，谁能先实现数字化，谁就能占据主导优势。中国在农业时代曾是世界中心，在工业时代错失了机会，落后了整整数百年。
在互联网时代终于追上了第一梯队，现在到了数字化时代变革期，我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2017年，中国将数字创意产业列为国家重点战略，各行各业都开始进入到数字化转型的高速期。然而，想要实现数字化社会却不容易。数字经济的载体是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等新兴技术，它们的背后又需要先进的软硬件支持，比如芯片和基础软件等等。在这两方面，确实是中国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2019年，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美国主动发起了科技战，不断将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不让他们使用美国企业相关的技术。4年时间里，美国总共制裁了上千家中国科技企业和高校。在制裁初期，很多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芯片上，大家担心的是没有高端芯片，中国5G 基站、手机等科技行业陷入到停滞甚至倒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芯片外，基础软件也被集体断供，比如数据库、服务器系统、操作系统、EDA 和其他工业软件等等。相比于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断供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影响更大。没有高端芯片，影响的可能只是手机和基站等部分业务。但是没有这些基础软件，我国企业连生存都可能会遇到问题，更不用说数字化转型了。这并不是熊猫在夸大，而是这些软件实在太关键了。以 ERP 系统为例，它的全称是企业资源计划软件。这款软件上连接人力管理、供应链管理、生产制造管理等多种功能，它就像人的中枢神经一样，企业通过它可以高效管理生产、销售、财务、人力以及采购等业务流程，将复杂的业务流程简单化。越是大型的企业，越需要一款强大的 ERP 软件。因此 ERP 就是大型企业最核心的管理软件，一旦它被断供，大型企业就很难稳定的运转下去了。其他的基础软件也是这样，工业软件关系到中国整个制造业，操作系统关系到手机、电脑，甚至很大一部分的电子产品，数据库关系到互联网行业等等。这些技术被封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科技企业的正常运行。因此在制裁初期，中国科技企业就用尽各种办法来寻找其他替代品，然而难度非常大。基础软件有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以及编程语言，它们被称为软件里的根技术。这些根技术就像树木的根须一样，可以吸收营养，并且延伸出丰富多彩的应用软件。由于中国软件企业发展的比较晚，因此我们的软件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基础软件几乎都被欧美垄断了，其中美国企业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还是以 ERP 为例， ERP 的前身是 MRP， 也就是物资需求计划，它是美国 IBM 公司在1960年代研制的。当时的 MRP 系统还比较稚嫩，主要是用于库存管理的。70年代时， MRP 系统在库管的基础上增加了采购、生产计划等功能，把管理模块扩大到整个供应链，由此诞生了产品制造、库存以及内部供应链管理的闭环 MRP， 企业供应链效率大大提高。这也是第二代 MRP 的雏形。中国企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 MRP 系统的。80年代末期， MRP 系统加入了财务管理、销售管理、工程技术管理等功能，逐渐成为制造业领域一套非常成熟的管理系统。90年代后，计算机等信息产业发展非常迅速，诞生了很多跨国性质的企业，他们有的是金融行业，有的是高科技行业，有的甚至是综合性质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业务非常广，对于管理软件的功能需要越来越广，因此 MRP 系统自然也得跟着迭代，逐渐加入决策、运营、客户维护等定制化功能。MRP 系统从原本的制造业逐渐迭代到服务业，由此诞生了企业资源管理计划 ERP。 纵观 ERP 系统的发展，你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套复杂的管理系统，还是一种企业先进的管理制度。越是大型的企业，对于 ERP 系统的功能需要越多样化。中国企业毕竟作为跟随者，在低端的 ERP 上还能实现国产化，但是在复杂的 ERP 上就跟不上了，反而是美国借助信息产业的优势逐渐成长起来。因此中国大型的跨国企业一直采用的是国外的 MRP 和 ERP 软件，然后进行本土化改造，于是就形成了 ERP 低端占领、高端失守的局面。 ERP 软件还算好的，其他的技术软件差距更大。在操作系统中，安卓、谷歌以及微软3大软件占据了中国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服务器操作系统方面，美国 Linux 服务器系统同样占据中国 80% 左右的市场份额。工业软件领域则更严重，单单 EDA 软件，全球3大公司都来自于美国。数据库和 ERP 软件方面，中国占比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两者也有不同程度的硬伤。数据库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开源软件上建立的 ，ERP 高端市场被外企占据，尤其是需要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他们首选的还是美国甲骨文和德国 SAP 等公司的 ERP 软件。事实上，在整个技术软件领域，美国收入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60多亿美元，两者差距在20倍以上。中美基础软件差距比芯片还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技其实很难找到替代品。最终在寻找一圈后，我们发现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于是国家开始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节奏。2020年，国家发改委将 5G、物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能够推动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基础设施都列为新基建的范畴。这些新兴技术正是数字经济的关键性技术。2022年，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工程正式全面启动。中国将长江冀、内蒙古、甘肃、贵州等地建设8个算力枢纽，并且在这些区域再建设10个数据中心集群。数字经济的关键点就在于数据，它是数字时代的底座，只有数据流通起来，才能产生效益，是一种基础资源，不管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可以使用。而处理数据的能力就是算力，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力、工业时代的电力，在数字时代就是最大的生产力。搭建好东数西算工程，正是为企业和国家数字化转型做好准备。在这种导向下，企业自身也开始了自救，加快国产替代。ERP 作为企业信息化、智能化的一环，自然也是重点攻坚对象。2019年，华为 ERP 被美国甲骨文断供停服后，就启动了自研替换行动。他们联合国内 ERP 软件企业，共同组成了一个数千人的科研团队，开始了一场史诗级别的攻坚战。这是一场中国 ERP 产业界向高端领域发起冲击的战役。结果这一场战役足足打了3年，但并不是因为 ERP 多么难以复制，而是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 ERP 系统。中国企业虽然一直采用国外的 ERP 系统，但是也深度参与了 ERP 的迭代升级，对于 ERP 存在的问题、价值非常了解。他们在梳理 ERP 时发现，旧有的 ERP 系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通道非常混乱，不够智能化，系统也不安全，根本无法支撑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如果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那么 ERP 系统就算研发出来，也很快就会被淘汰。因此，科研团队决定不仅要研发出国产的 ERP 系统，还要将它升级到更先进的程度。他们利用云原生架构、解耦技术、预制 AI 模型等手段，解决了旧有系统的问题，从而搭建了一个全新的 ERP 软件。华为用这套软件完美替换了旧有的 ERP 系统。其实不只是 ERP 软件实现了突破，中国科技企业都在积极地进行国产替代。工业软件方面，九天和中旺等软件企业在积极的布局。数据库和云计算方面，阿里和华为都成功研发出拥有自主产权的产品，而且性能排在国际前列。人工智能方面突破的更多，百度、阿里、华为等都有自己的优势领域。服务器就更不用说了，由于东数西算的推动，华为、阿里、字节都在积极的布局，规模相当大。在 5G 方面更明显，虽然美国一直在打击中国 5G 发展，但是 5G 基站装机量依然排在世界第一，反而美国和欧洲自己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中国有些技术还不能完全摆脱封锁，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制裁初期的慌乱了。这也证明，当我们决心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任何的封锁都无济于事。相反，美国制裁让我们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高达 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就连被制裁最严重的华为也加大了投入。2020年时，华为研发投入增加到1419亿元人民币，占比 15.9%。2021年时，华为收入已经开始下降了，但是他们的研发投入依然涨到了1427亿人民币，占比更是高达 22.4%。越被制裁越发展，或许这就是中国企业能够突围的最大原因。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5月30号，神舟16号发射成功，再次创造诸多历史。首先，它第一次搭载了载荷专家；其次，神舟16号延续了中国空间站之前的壮举，保存了空间站项目100%发射成功率的历史。尤其是在成功率上，堪称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做到了连美苏都没做到的事情。要知道，从1999年的神舟1号开始，中国空间站3步走战略已经进行了29次发射任务，没有任何一次失败，这在世界航天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中国航天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独特的航天标准体系。由于航天工程实在太复杂了，所以每一个航天大国的背后都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航天标准，中国航天也不例外。而且我们的航天标准已经得到了全世界航天科学家的认可，比如归零双5条，它的全称叫航天系统问题解决的闭环管理，它是一种质量控制方法，适用整个航天的科研、生产和故障排除等环节。2015年时，归零双5条就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列为 ISO 标准，而且是全票通过。当时审批的大部分专家都是发达国家，他们被我们双5条的严谨深深震撼，不仅一致认同这项标准，还直接免掉了最终的审核环节。就连一直对中国航天不感冒的美国也没有反对，而是积极的借鉴这个标准。这套航天标准究竟有多么严格呢？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了。长征5号被称为10万人磨一剑，其实背后是有历史故事的。2017年7月，炮5在第2次发射时出现了事故，于是他就在归零标准下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故障排除。中国航天集合了大量的科研人员进行故障排除，整个归零过程整整持续了900多天，出动了10万人才归零成功。
在归零成功的那一刻，很多科研人员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因此胖五才会被称为10万人磨一剑，意思就是无数人倾注的血液。可见质量归零双5条到底有多么严格。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质量归零双5条得到了全世界航天科学家的认可，并且将它推广到航天工业、核工业、兵工厂，甚至民用高科技领域。那么问题来了，如此优秀的航天标准，中国到底是如何打造的呢？大家好，我是熊猫，本期咱们就来说说中国航天标准以及它背后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的故事。视频保证硬核，喜欢的话点赞关注下哦。视频制作不易，拜谢了。在说中国标准之前，先说下为啥我们要搞这么严格的航天标准。其实这背后都是有惨痛教训的。在空间站项目上，事故发生的频率并不少，甚至很多优秀的航天员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前苏联为例，他们是第一个把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但是在联盟1号进行登月模拟实验时，就不幸发生了事故，造成了宇航员科马洛夫的牺牲。在联盟11号任务中也发生了严重的事故，造成了3名宇航员的牺牲。美国也是如此。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时，阿波罗1号飞船发生了起火事故，造成了3名宇航员的牺牲。在国际空间站的任务中更加悲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均出现了重大事故，总共造成了14名宇航员的牺牲。其中，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还是历史上首次被全球直播的载人航空事故，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大爆炸，机上的7名宇航员无一幸免，直接终结了美国航天飞机的项目。如果算上其他的航天事故，你会发现在航天历史上，美苏的航天事故率远远高于中国。中国则不一样，不仅在载人航天工程上没有一次事故，在其他的航天项目里发生的事故频率也比较少。而且随着中国航天的发展，航天工程的成功率反而越来越高。2022年时，中国总共进行了64次火箭发射，包括天宫空间站的问天号和梦天号、神舟14号和神舟15号等等重大项目，成功率达到了恐怖的 96.88%。其中，长征系列火箭共发射了53次，取得了100%成功的傲人成绩。说实话，现在大部分国人的眼界都被养刁了，很多人对中国航天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打心眼里认为它一定能够成功。本猫也是如此，我在做中国航天科普视频时，都是提前把视频准备好，第一时间就发出来，整个过程信心满满，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在做美国 NASA 和 SpaceX 的航天项目时，总要再备份一个视频，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他们会延期或者失败的概率比较大。有时候查资料，经常会看到有人说中国航天的成功率高，是因为走在了美苏身后，占了后来者的福利。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我只能说太天真了。我们小学都学过，一颗螺丝都有可能让火箭发射任务失败的案例。在航天史上，大部分事故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细节的小问题。比如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就是因为右侧火箭助推器上的一个小小的 O 型橡胶密封圈失效，才导致飞行器爆炸的。还有现在的美国星舰炸毁，日本、印度以及欧盟的航天任务，这些年发射失败的也不少。这里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局部的小问题，引发了整个项目的失败。因此，中国航天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曾用颗颗螺丝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细节决定任务成败来形容航天事业，说的也是螺丝钉就可以决定航天成败的事情。所以中国质量归零双5条的严谨和有效，才会成为航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甚至有中国航天业内人士调侃，没有经过归零的折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航天人。可见中国航天的标准已经深入到整个航天人的血液里。中国打造的这个标准体系整整用了50年，历经了几代人的呕心沥血。这件事还要从中国航天事业刚成立的那一刻说起。1956年，钱学森向国家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由此成立了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拉开了中国航空和航天的序幕。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主要是以国防需求为主，航天和航空事业还是一片空白。钱学森利用自己研究的工程控制论，帮助中国引进了先进的工程体系，为航天系统工程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中国航天的基础实在太差了，对于工程质量控制很难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因此在1962年时，东风2号导弹就遭遇到了首飞失利。钱学森认识到，航空航天事业想要顺利发展，就得弥补这些不足。因此他根据中国的发展情况，又提出了中国导弹的研制8大阶段和预先研究等概念，完善了中国航天的完整系统学，其中质量管理就是重中之重。同年，钱学森在704所成立了专家组，专门对质量、可靠性、精度等项目展开了研究。这个专家组很快就成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要部分，因此又经过数次扩张，单独组建了一个可靠性与质量控制研究所705所，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航天领域有关质量可靠性的专门研究所。凭借着705所，中国航天项目开始得到质的飞跃。
1970年，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发射，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开始起航。在这之后，中国航空航天系统在原有质检部门的基础上，普遍增设了独立的质量管理部门。但问题是，各个部门都还是各自为战，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航空航天标准，只能凭借经验摸索，效率非常低。尤其是运十项目出现了大量的质量问题，材料、发动机、操纵系统、结构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质量缺陷。有些是本身技术不够，也有一些是生产质量达不到标准，因此运十迟迟无法攻克，最终因为资金链被拖垮，被迫终止了项目。运十项目的失败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一次巨大损失，让中国很久都不敢自研飞机项目，有很多人才被迫出国谋生。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国防工业不再以军品为主，而是转为军品优先，要军民结合，以民养军。这意味着中国航空航天部门的补贴开始下降了，他们只能自食其力，开拓民用市场。1986年，航空航天部决定向外引进民用飞机项目，开拓国内市场。其中，美国麦道公司的诚意最好，因此我们与麦道公司合作，在中国上海飞机制造厂生产了一批 MD-82飞机。这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国外航空航天先进企业的技术标准，因此中国航空航天部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拼命的学习和吸收。1990年7月，航空航天部在上海召开了麦道量管理学习和经验交流会。交流会上首次提出了技术归零概念，这个归零源于麦道的生产经验，有 TO、FO 以及 AO 3个部分。TO 对应的是生产之前的准备阶段， FO 对应的是生产过程， AO 对应的是生产之后。意思呢也很简单，就是将整个产品分为3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求不带一丝问题生产，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这样可以尽早发现问题，如果有问题出现，也方便分阶段找到源头。如此一来，生产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在这套科学的标准要求下，上海飞机场的生产效率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他们总计组装生产了30架 MD-82飞机，组装和试飞合格率均达到了100%。美国专家都感到很惊讶，他们在核实之后感叹，中国组装 MD-82的质量不输给美国。为此，他们还举了个例子 ，MD-82的机翼上有几万个铆钉，标准要求是每个铆钉孔都必须是用一个个绞到绞，且误差不得超过1/7头发丝，然后再用螺栓固定后，再一个个涂上密封胶，这样才能保证机翼内部的油箱不发生漏油问题。而在中国组装的 MD-82飞机油箱的密封实验中，每一架飞机都没有出现漏油问题，反而是美国长汤飞机生产线生产的 MD-82飞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漏油或渗油。所以，通过 MD-82项目，我们认识到并不是我们的制造技术相差太大，而是技术标准的差距，因此才有了上海的麦道经验总结大会。航空航天部所属的14个院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因为字母 O 和0很像，所以为了方便交流，大家用归零来称呼，然后这个叫法就流传了下来。当时中国航天也在往民营方向转型，一直在引进先进的管理标准，但是受到美国的封锁，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引进的渠道。归零的出现让中国航天人看到了希望。1991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对长征3号运载火箭开展了总装过程归零管理的探索性试点工作，质量管控提升很大。这项技术开始在航天领域大量被应用，形成了第一版归零标准。不过，飞机制造与航天制造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很多经验并不能通用。首版归零标准在航天领域推广时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症状。1992年3月22日，长征2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发射澳大利亚第1卫星失利，刚刚起步的中国商业航天就遭遇到重大挫折。痛定思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出版归零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措施及分阶段实施归零等改进措施，将归零标准扩大到4个阶段，按照论证、方案、出样、试样实施质量问题归零管理。中国航天一边在为问题火箭溯源，一边完善归零标准，并将它用在了长征2号丙火箭的研制质量管理要求中，逐渐形成了中国航天自己的质量标准。1995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印发了质量问题归零要求，第一次在航天领域明确提出了质量归零的要求。同年8月，原航天工业总公司发布了质量问题归零的管理办法，对质量归零的措施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这些管理办法也是归零5条的最初模型。我们前面也说过了，航天事业技术问题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在于细节，而细节漏洞往往在于管理的疏漏或者是突发情况应对不足造成的。果不其然，在质量归零标准下，中国航天还是出现了问题。1996年，新研制的长征3号乙型火箭首发国际通信卫星708就发生了事故，火箭在起飞后22秒发生触地爆炸，星舰坠毁。1996年，长征3号火箭发射中星7号通信卫星，3级发动机2次点火发生故障，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1年内的2次发射失败，对中国航天的信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而这2次事故都是因为细节疏忽造成的损失。
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对中国航天进行抹黑。在他们的干预下，国外一些卫星用户纷纷提出终止发射合同。国际保险界提出要提高长征火箭的保险率和种种苛刻的条件。中国火箭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业务陷入低谷。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1996年，中国航天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归零标准，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杜绝重复故障发生。这5条标准将技术规范化、制度化，所以也被称作技术5条。1997年，中国航天在技术5条的基础上又推出了管理5条，分别是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至此，中国形成了航天质量管理体系的技术、管理、归零双5条的完整体系。任何人都不得违背这些标准体系，否则将直接受到严厉的处分。在1996年至1997年，就有数百人因在质量上犯规而受到处罚，其中还有很多名是场所级的领导。终于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中国航天开始起飞。1997年5月，长三甲火箭成功发射新一代通信卫星东方红3号。6月，长三火箭成功发射我国首颗高轨气象卫星风云2号。8月，长三乙火箭将美国为菲律宾研制的马布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复飞圆满成功。在之后的几年里，长征系列火箭取得了连续75次发射无事故的奇迹般成就。2002年8月，航天科技集团正式将归零双5条列为管理标准。2012年，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提案，希望将中国航天的双归零质量管理标准变成一项通行世界的国际标准。2015年 ，ISO 秘书处随即决定跳过 FDIS 终审阶段，直接进行出版。同年11月，中国双归零5条正式成为 ISO 国际标准。没想到的是，航天质量标准发布没多久，双归零5条就迎来了一次重大考验。2017年7月2号，我国新研制的下一代大推力火箭长征5号遥2火箭搭载着实践18号卫星在海南文昌发射，结果在发射后346秒时，火箭发动机出现提前熄火的故障，火箭随即偏离轨道，坠入到太平洋中，发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没有残骸。中国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因为长5的故障问题一直无法找出来。很快，全网都充斥着对中国航天的批判。有国内网友评论说，中国航天享受了太多的光环，开始变得浮躁了。国外媒体也在炒作，说中国航天神奇不在，处处找茬，甚至隔一段时间就暗讽中国长5火箭项目注定失败。其实类似的事情中国航天见多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整天盯着我们的航天事业，一旦发现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们就咬了过来，让我们的航天人格外难受。但也正是因为有美国这个对手整天给我们找茬，让我们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提醒着我们要不断前进。在长5的故障溯源上也是如此，中国展开了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的归零行动。没有残骸，我们就将整个火箭的研制流程整理成故障树状图，利用故障术法从上到下逐层逐步排除，几乎将整个工程都翻了一遍，最终确定了50多个可能造成推力下降的隐患，然后将这些隐患再次归零，逐一排查。没想到的是，这次排查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归零工作是一次又一次重现，甚至有2次都已经确认可以发射了，但还是在归零要求下重新排查。在最紧张的时刻，长5归零工作临时增设了第1总指挥。在中国航天史上，只有巨大工程或者任务面临巨大挑战时才会增设这种岗位。最终，整个归零过程整整持续了900多天，出动了10万人，累计15000余秒关键技术试验才归零成功。2019年，炮5再次王者归来，很多知悉内情的国人都流下了眼泪。炮5不仅仅是一颗火箭，更是一次对中国航天的巨大考验，但也是这一次涅槃重生，再次让中国航天标准完成了进化，中国航天也迎来了大爆发。2020年6月，北斗导航卫星第55颗发射成功，宣布组网成功，中国打破了 GPS 数十年来的垄断。2020年7月，天问1号发射成功，中国一次性完成了绕和落的步骤，成功登陆火星，创造了航天史上的奇迹。2022年11月，嫦娥5号成功登月，并且取回月壤，让美国 NASA 局长厚着脸皮求赠送。2021年4月，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自己空间站的国家，而属于我们的奇迹还在继续。其实我一直相信那句话，越努力越幸运，你所做的一切都将在未来得到最好的回报。而中国航天人的努力带来的成果还将继续开放，中国航天的未来也注定是星辰大海。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前段时间，美国有一个华人芯片科学家团队突破了一个芯片技术难题，据说这个突破还挺重要的，因此在国内的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但说实话，这并不稀奇，在芯片领域，华人乃至中国籍的工程师非常多。以前我们都说硅谷已经被印度给攻占了，
这话没毛病，毕竟在硅谷中，印度裔的 CEO 确实挺多的。但是在芯片这块最具含金量的科技领域中，印度裔早被华人甩到了10万8千里远。在全球10大芯片设计公司中，有8家都是由华人创立或者是担任 CEO 的。华为任正非曾说过，卡住中国芯片脖子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华人。当时这句话我是不相信的。在我的印象里，中国芯片发展的比较晚，中国在芯片领域是比不上国外的。直到我看到了中微半导体创始人尹志尧的访谈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是真的。尹志尧曾在英特尔、应用材料等芯片企业工作过，但是他上班的第一天就傻眼了。原来在英特尔内部搞研究的大部分人都是华人，而且还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岗位，像芯片研究所组长或者是项目经理也都是由华人担任的。除了英特尔，尹志尧工作过的芯片企业也是如此。华人研究员不仅占有非常重的比例，而且在美国半导体的发展史上，华人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任正非和尹志尧说的是真的吗？华人到底在半导体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大家好，我是熊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华人与芯片的故事。1958年9月，德州仪器的工程师杰克基尔用锗晶体管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这也是现今所有半导体的起源。6个月后，仙童半导体的罗伯特·诺伊斯用硅晶体管复现了这一成就。凭借这一成就，杰克基尔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作为世界芯片行业的诞生地，凭借着先发优势，成为了那一时期的王者。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2家世界知名的芯片企业的发展背后都有华人的重要贡献。先说下仙童半导体，它成立于1957年，创始团队非常强大，包括发明了第一块硅基集成电路的罗伯特·诺伊斯，未来的英特尔创始人，以及提出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等著名科学家。2年后，一位华人科学家加入到这个团队，并且领导了仙童半导体固态物理组的研究，他就是萨芝堂。仙童半导体现在已经没落了，因此很多小伙伴并不认识这家伟大的企业，也不认识萨芝堂。但实际上，他俩在半导体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一个号称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黄埔军校，一个号称半导体的先驱者之一。这么说，有些人或许觉得有些夸张，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是不容否认的。仙童半导体不仅主导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发展，而且还培养出了许多的优秀工程师，其中就有很多华人工程师。1969年，美国阳光谷举行了一次半导体产业头面人物的会议，这场会议总计有400多人参加，其中超过370人都是仙童的前雇员，而且还有不少华人，比如萨芝堂、于有成等。这些雇员取得的成绩同样很辉煌，不仅引领了技术的迭代，而且还孵化出了数十家半导体企业，包含了英特尔、AMD 的世界巨头。有人曾做过统计啊，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美国半导体企业与仙童相关的就高达40多家。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曾评价仙童说，他就是成熟的蒲公英，你一吹它，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散了。可以说，仙童半导体就是硅谷半导体行业的奠基者，是世界半导体行业的摇篮，它直接影响了今天的世界半导体行业格局。而对于仙童半导体而言，华人萨芝堂的研究就是他们发展的基石之一。1932年，萨芝堂出生于北平，他的父亲萨本栋是中华民国第1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厦门大学的第1任校长。1949年，萨芝堂从福州英华中学毕业，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1953年，萨芝堂获得了电机工程和工程物理学双学士学位。1956年，萨芝堂又花了3年时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了。1956年博士毕业之后，萨芝堂加入了由晶体管之父肖克利创建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从事半导体领域的研究。在 MOS 半导体器件领域，萨芝堂提出了萨芝堂方程。方程式有些复杂，我就不说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方程是所有 MOS 晶体管研究的基础，相当于牛顿定律在力学中的地位，因此它也被称为半导体行业的先驱者之一。1963年，萨芝堂与伙伴再次提出了 CMOS 技术的构想，这个构想同样非常伟大。它是一种降低半导体芯片能耗、提高运行速度的工艺，可以延缓摩尔定律。现在几乎所有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都在应用这项技术。凭借着这些卓越的贡献，萨芝堂获得了半导体工业协会授予的行业最高荣誉——罗伯特·诺伊斯奖，被公认为是半导体和微电子行业的泰斗。因此，有些人说，没有萨芝堂的研究，半导体行业的第一定律摩尔定律或许早就被终结了。当然，这句话有点夸张，但是也说明了他的贡献。1959年，萨芝堂受邀加入仙童半导体，他担任固态物理组的负责人，领导着一个64人的研究团队。要知道，当时的仙童半导体员工总数不过几百人，能够担任一个64人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仙童半导体的高管行列。而固态物理组同样是仙童半导体研究团队的核心，负责研发第1代硅基半导体及其制造工艺，以及研制第1代功率半导体 MOS 场效应管。
这些都是仙童半导体的核心业务。在萨芝堂的帮助下，仙童半导体德州仪器引领了半导体行业长达10多年，为美国半导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60年代末，仙童公司才逐渐衰弱。除了萨芝堂，还有3位华人都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了类似萨芝堂的作用。第一位就是于有成，他被称为是掌握英特尔技术命脉的华人。仙童半导体虽然开创了半导体行业，但是它的应用还很局限，主要是以航空航天和工业为主，市场规模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到了70年代中期，半导体的商业化才加快了脚步，涌现出了一大批半导体巨头，其中英特尔和 AMD 等企业开始取代仙童的地位，引领世界半导体市场。1975年，美国 MITS 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商业化非常成功的个人电脑 Altair 8800，它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拉近了全球人类之间的距离。这台改变了世界的电脑搭载的 CPU 正是英特尔的8080处理器。除了8080外，英特尔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商用微处理器4004，世界上第一块 1KB 容量的动态随机存储器。直到今天，英特尔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CPU 设计和生产商，是当之无愧的半导体行业霸主。正如仙童半导体一样，英特尔里也有很多华人，其中同样有一位华人影响深远，他就是于有成。于有成出生于上海，后来前往美国求学，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于有成先是进入了 IBM，1967年又跳槽到有硅谷黄埔军校之称的仙童半导体，做到了总监级别，并在那里认识了英特尔的3位创始人。1972年，于有成在英特尔创始人安德鲁·格罗夫的招揽下，降职降薪加入了英特尔。在初期，于有成并不算特别出彩，当时英特尔初期的业务是内存，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于有成并不看好这项业务，多次建议向微处理器，也就是芯片领域转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PU 芯片，但这项建议一直都未得到采纳。结果事实证明，于有成的眼光是对的。1984年前后，随着日本半导体厂商的崛起，英特尔的主要业务内存业务缩水得非常严重，市场占比从 90% 跌到了 20%， 主营业务受挫，英特尔的财政很快就无法维持。在倒闭的危机下，时任英特尔总裁的安德鲁·格罗夫终于下定决心转型，于有成也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英特尔微处理器事业部的负责人，全权负责英特尔32位处理器的研究。1985年10月，英特尔推出了 CPU 史上的第一代经典386芯片。386芯片是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一座里程碑，英特尔凭借这颗芯片第一次实现了在 PC 行业的垄断，甚至中国都有它的身影。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的电脑就是386电脑。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于有成随即被火速提拔为英特尔资深副总裁兼微处理器产品事业部总经理，负责英特尔最核心的 CPU 业务。在随后的时间里，于有成领导英特尔研发团队相继开发了486、奔腾5、奔腾6的数代经典 CPU， 都大获成功，彻底奠定了英特尔在 CPU 市场的垄断地位。英特尔前总裁格鲁夫曾评价他说，没有人比于有成更有资格说出英特尔是如何塑造芯片的。可以说，于有成深刻影响到了 CPU 乃至整个芯片产业的格局。同样对芯片行业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另外2个华人，一个是越南华裔科学家林本坚，还有一个是美籍华人胡正明。如果说萨芝堂帮助了仙童奠定了半导体行业，于有成帮助了英特尔改变了芯片的格局，那么林本坚和胡正明则影响的是整个芯片行业的未来，因为他们解决了芯片行业一个非常危险的定律——摩尔定律。芯片行业的摩尔定律现在很多人都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指集成电路上植入的晶体管数目每隔2年左右便会增加1倍，难度也会随着增加。这意味着芯片随着时间的发展，早晚会陷入到困境里，就像现在的3纳米芯片一样，它的晶体管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亿颗，设计和制造难度非常大。所以3纳米虽然炒得很火，但是实际产品在哪里还不知道。在未来，除非有新的技术突破，不然接下来的2纳米或者1纳米芯片则会更加难造。而在芯片历史上也有数次这样的危机，这种危机有2种，一种是设计环节，需要非常强大的布局才能植入如此多的晶体管。还有一种是制造环节，需要超强的设备才能在晶圆内造出数十亿数量的晶体管。第一次危机就是在制造环节，是半导体制程推进到45纳米时遇到的。大家都知道，芯片就好比雕刻，雕刻的东西越小，用的刻刀也得更小更精细，对于刻刀的要求就越高。芯片制程有65纳米，过渡到45纳米时，就遇到了如何刻蚀的问题。当时极紫外光刻机还没被研发出来，市场上主流的是 DUV 光刻机。但是最先进的 DUV 光刻机波长也才193纳米，是无法加工出45纳米制成的芯片。各大厂家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在镜头材料上下功夫，有的在光源上下功夫，但是无一例外都因为难度和成本问题难以推进。这个时候，一位华人天才般的创新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2002年，华裔越南科学家林本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光刻机路线——浸润式光刻机。传统光刻机镜头到芯片中间填充的是空气，
而林本坚却大胆地提出了用水代替空气，将镜头和芯片都浸润在超纯水中的方案。用水替换掉空气的话，不用更换镜头材料和光源，就能够调节更适合的波长，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成本，还能实现跨越式进步，连续几代制程都不用更换设备了。这样天才的发明一经推出就引起了业界的轰动。2003年，阿斯麦很快就被这项技术吸引，他们倾尽全力压住这项技术，并且成功地研发出了浸润式光刻机，解决了摩尔定律的难题。芯片制程的更新迭代，因为这项技术才能延续至今。如今28纳米、16纳米、14纳米芯片用的都是浸润式技术，一直到14纳米以下制程时才被 EUV 光刻机取代。浸润式光刻机辉煌了10几年，至今仍然是世界芯片制造业中的主力机型。而压住失败的尼康和佳能在光刻机领域迅速衰落，光刻机行业由此进入了阿斯麦一家独大的时代。中国苦苦求而不得的光刻机技术竟然源于一个华人，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说回芯片危机来，半导体制造遇到的第二次危机，则是在芯片制程达到22纳米以下时遇到的。解决问题的则是华人科学家胡正明教授，他研制的其市场效应晶体管同样打破了摩尔定律的制约。芯片也叫集成电路，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就是一个个极微小的开关电路。芯片之所以能够运行，靠的就是用这无数的小开关不停的通电断电来进行二进制运算。但是在芯片制程进入到28纳米以下时，科学家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随着单个电路大小的缩短，相应的内部隔绝电子流动的沟道也会缩短，就会产生漏电的问题。这个现象被称为短沟道效应。这就好比原本2户农田本来是用一条小水沟隔离，彼此互不干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喷洒农药都可以。但是当小水沟变得足够小时，2户农田的庄稼就不能随意种了，不然很容易长到别人家上面去。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对，大家能够理解就行。总之就是因为隔绝电流的沟道小到不起作用了，就产生了漏电，严重影响芯片的性能，让芯片内部的运算不再可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芯片制程就无法继续下去，而这个困扰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难题被胡正明教授解决了。1999年，胡正明教授率领研究团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其市场效应晶体管。它与传统半导体晶体管最大的不同在于，把原本隔绝用的过道变成了一堵墙，隔绝漏电的能力大大提高。这样一来，即便芯片制程继续缩小，沟道继续变短，也不会出现严重的漏电问题。FinFET 技术可以说给半导体制造业续了命，让半导体芯片的制程得以进一步降低，半导体芯片的晶体管密度才能不断提高。2011年，英特尔率先推出了商业化的 FinFET， 应用在22纳米制程上，随后台积电和三星也都跟进了。胡正明教授的发明在互联网时代可能还不够出名，但是在移动时代，这项发明被无限放大，因为如今14纳米、7纳米、5纳米、3纳米制程的芯片上几乎都采用了 FinFET 技术，它最大的用途就是在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上。可以说，目前所有先进的半导体以及搭载他们的产品都仰赖胡正明教授的发明。2015年，胡正明教授获得了美国国家技术和创新奖。2016年，他又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在白宫为他颁奖。除了胡正明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华人同样在芯片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就是任职高通的周求真。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时代的标志就是通信信息的发展，而通信芯片无疑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基石之一，而高通又是通信芯片和技术绕不开的企业。他们不仅掌握着3G、4G、5G 时代的一系列通信标准，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芯片厂商，就连苹果手机上用的都是高通的通信基带。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高通赖以起家的通信芯片技术正是由华人科学家邹求真带领团队做起来的。邹求真是一个天才式的学霸，年仅15岁就考入东南大学少年班。1992年，邹求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他又只用了8个多月就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学位。同年，年仅19岁的邹求真击败了一众美国博士，成功取得了高通的录取通知书，从事 CDMA 技术研究。当时的高通规模还不大，整个公司只有几十个人，和爱立信、华电、诺基亚的通信巨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邹求真在这里如鱼得水，仅用了4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成长为项目负责人，其中就包含了 CDMA 芯片。在他带领团队的那几年，高通芯片以每年1次迭代的速度，让高通的 CDMA 技术从不能用变得能用，再变到好用，最终得到了市场的认可。1999年，高通的 CDMA 利亚爱立信被国际电联认定为3G 通信标准之一。他们依靠这一技术制定了非常高的专利税，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因为垄断了 CDMA 技术专利，让全球国家都无可奈何，只能咬牙交钱。2014年，高通就实现了264.9亿美元的收入，净利润高达79.9亿美元，比其他通信企业都要高得多，由此就有了高通税这个称号。但不管怎么说，高通借助 CDMA 芯片快速崛起，很快就超过了爱立信、诺基亚等通信企业。
然后他们将业务扩展到了 CPU、通信基带等消费芯片上，也成长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芯片设计公司之一。邹求真的母校曾有人说，他间接地打造出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芯片企业。这句话同样有些自夸的味道，但是他对于高通的崛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实不只是邹求真，芯片的每一代发展背后都有华人的身影，他们的研究间接或者直接推动了芯片的技术迭代，打造出了如今多样的芯片。看到这边，你是不是已经觉得华人在芯片上的贡献很大？如果是，那么你对华人在芯片上的地位一无所知。为啥全球10大芯片设计公司中有8家的创始人和 CEO 都是华人？因为华人可不仅仅会做芯片研究，还会懂得如何管理芯片企业。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一谋二总。谋就是台积电创始人张仲谋，二总就是英伟达总裁黄仁勋以及 AMD 总裁苏姿丰。这两人一个号称老黄，一个号称苏妈，是一对能让英特尔治好多年挤牙膏的华人。张仲谋大家最熟悉，他在创立台积电之前曾担任过德州仪器的副总经理。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并称为世界半导体的祖师爷，不仅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第一部集成电路计算器、第一款单芯片控制器，还曾为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供应芯片，至今仍然是世界前10大半导体制造商之一。德州仪器对于半导体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仙童，而张仲谋带领团队攻克了世界上第一款集成电路计算器、第一款单芯片微控制器等先进产品，帮助德州仪器扛住并且反超仙童半导体，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芯片企业。1972年，张仲谋升任德州仪器的副总经理，管理公司近一半员工，而且大部分都是科研团队，其中还包括了很多华人，比如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就曾在他手下任职。可以说，华人能在芯片领域上立足，张仲谋的提携起到了很大的助力。创立台积电之后，更是为世界半导体培养了诸多人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前往美国任职。除了张仲谋外，黄仁勋和苏姿丰的影响力同样不小。1993年，黄仁勋辞去了 AMD 的职位，创立了英伟达，专门从事显卡设计工作。1999年，黄仁勋第一次提出了图形处理器概念，由此诞生了 GPU 显卡这个全新的领域。同年，英伟达就推出了全球第一款以 GeForce 命名的显示核心，玩过游戏的应该都知道 RTX 系列显卡，这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很多游戏玩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黄。2021年，黄仁勋获得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最高荣誉罗伯特诺伊斯奖。可以说，黄仁勋的 GPU 芯片重新定义了计算机方式，尤其是在智能时代。除了老黄，苏妈的影响力同样彪悍。2014年 ，AMD 濒临破产，苏姿丰临危受命，升任 AMD 的 CEO 职位。刚上任的他就调整了 AMD 的发展战略，加快研发节奏，并且推出了 Zen 架构，将桌面级 CPU 的市场份额由 20.6% 提高到了 31%。在 AMD 的影响下，英特尔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以往他们没有任何对手，所以对于研发都是挤牙膏式的研究。但是在苏姿丰的逼迫下，他们一改往日的傲慢，被迫加快了 CPU 的研发节奏。很快，他们迭代的 CPU 就提高了 40% 的性能。可以说，苏妈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 AMD 公司，同时让消费者享受到了芯片升级带来的体验。因此，很多人将她称为苏妈。2018年，苏姿丰获得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20年，苏姿丰又获得了半导体至高荣誉罗伯特诺伊斯奖。2021年，又入选了美国总统的技术顾问委员会。苏妈创造的奇迹还在继续，她和黄仁勋一起彻底颠覆了英特尔统治 PC 的时代。其实何止是苏妈和老黄，整个华人创造的芯片奇迹一直在持续，他们跺脚，整个世界的半导体都得抖3抖，而且未来这种深化还将继续延续下去。美国有一个华人半导体协会，这里面吸纳的都是华裔芯片从业者，会员数量高达6000多人，可见华人在美国从事芯片的人有多少。这也证明了中国的芯片问题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能做半导体，当然也有些人用中国人研究出来的东西卡住了中国的脖子。说实话，我觉得很对，但不够准确。因为中国半导体的发展其实挺晚的，因此人才的主要地还是以谋省为主。张仲谋、黄仁勋、苏姿丰等等天才式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再加上台积电，他们每年培养了大量的芯片人才，这些人有一部分去了美国，中国当然也有，我们留美人才也有很多从事芯片行业的。但是我们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其实返回国内的芯片人才也不少。比如中国半导体科学奠基人王守武，中国固体物理学奠基人黄坤，麻省理工学院的谢希德，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中国半导体学科创始人汤定元，中国半导体之母林兰英等等科学家。这些人都曾在美国留学，而且能力和才华都丝毫不亚于留美的芯片科学家。但是回国干嘛了呢？答案是帮助我们半导体打造基础。由于我们的基础太差，国外又对我们严格封锁，不给我们任何的材料和设备，因此他们的才华根本无处发挥，只能依靠自己从头再来。比如制备材料、打造设备、编撰教材等基础领域，一步步把中国半导体基础打得更加结实。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半导体或许比现在还要惨。因此在我心里，他们才是天才式的芯片科学家，
把一片虚无的芯片打造成如今的基础。在他们之后，中国缺的也不是芯片物理科学家，而是能够将这些基础转化成成果的人。因此，张汝京、尹致尧等等科学家这才有了用武之地。除此之外，中国的待遇问题也一直被诟病，导致我们流失了很多的人才。直到现在，我们的芯片行业才算是真正有了基础，人才有了发展的空间。所以，中国人并非不能做芯片，在美国能够创造的奇迹，未来一定也可以在国内实现。好了，我是熊猫，我们下期见。比亚迪为啥被称为汽车界的华为？我们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2022年时，中国第一季度车规级 IGBT 市场份额中，大部分都被外企占据，英飞凌以超过50%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汽车 IGBT 市场里最大的供应商。在它后面只有一家比亚迪，其他都是外企，比如三菱电机、赛米控、富士电机等等。更关键的是，它是唯一一家车企，也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 IGBT 完整产业链的车企。要知道 ，IGBT 被称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它是电动车混动系统和电驱系统等关键部件的核心设备，直接影响着车辆电机的动力输出。在整个新能源汽车上，需要用到几十上百颗 IGBT 芯片，它们的成本仅次于电池，可以占到新能源汽车的5%到10%。因此它和动力电池的电芯并称为新能源汽车的双芯，重要性相当于手机里的大型芯片。但是这么关键的零部件却被外企长期垄断，中国车企想要购买，必须要看他们的脸色才行，而且还根本买不到。用汽车行业内的话说，它不是价格多高的问题，而是根本买不到。你知道中国车企要等多久才能有货吗？答案是起码半年以上。像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等 IGBT 厂商的货期普遍在40到50周，部分甚至超过了52周。也就是说，即便你是现在订货，等拿到货都是明年的事儿了。IGBT 芯片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为数不多的被外企占据主导位置，甚至被垄断的技术。如果没有比亚迪等企业，我们新能源汽车想要快速取代美日德燃油车地位也几乎不可能。那么 IGBT 到底是什么？比亚迪又是如何突破技术的？我们的 IGBT 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卡脖子的局面吗？IGBT 的全称叫绝缘栅双极行晶体管，属于半导体的一种。它的名称虽然有些复杂，但是作用并不复杂。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超级开关，每秒开关速度高达上万次的那种，可以非常高效、稳定的将直流电转化成交流电。比如电池输出的是直流电，而驱动电机要用的却是交流电，这时候就需要用到 IGBT， 把电池输出的直流电转化成电机用的交流电。还有光伏电池板发出来的电是直流电，但是电网是以交流电为主，想要将光伏板发的电并入到电网中，也需要用到 IGBT 进行转化。可以说，有用到电流转化的地方，一般都需要它充当能源转换与输出的核心器件，因此它的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大部分都属于高端电子装备领域，小到变频家电、光伏，大到高铁、电网、航空航天等高端电子领域，所以它被称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是实至名归。当然，也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所以国外也是长期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2004年，中国从国外引进高铁技术，希望用市场化技术。在招投标时，德国西门子公司积极参与，但是在技术转让说明上却明确地标注出几种无法转让的核心技术，其中就包含了传动和控制电驱系统的 IGBT。参与技术引进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车株洲董事长丁荣军教授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看到这个很伤心，但反过来也激发了我们去努力的动力。德国人之所以注明这样的条款，自然是有原因的。IGBT 是高铁牵引传动系统的核心部件，而牵引传动系统又是高铁的心脏。要知道，德国西门子的高铁技术转让费总共也不过6亿人民币，其中一个8列动车组的152个 IGBT 芯片成本就高达200万元，单个 IGBT 芯片超过上万元。现在一个 IGBT 也不过1000元左右，两者差距10倍以上，这还没算上货币贬值的因素，价格贵得让人心疼，但是你又不得不买，而且每次进货都得提前1年左右订货。从2004年引进高铁列车开始，每年中国的高铁列车都需要进口约10万个 IGBT 模块，价值超过12亿元人民币。德国西门子就是吃定我们没有 IGBT 技术，靠着垄断的优势，不仅要赚我们的技术转让费，更要赚后续的零部件费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被 IGBT 卡住脖子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起步的太晚了。IGBT 芯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全球接连爆发了2次石油危机，石油资源不足导致西方国家陷入了严重的滞胀之中，西方各国都开始思考节能以及保证能源安全的问题。替代石油的首要选择无疑就是来源广泛、用途众多的电力了。但是当时电力设备中使用的能源转换器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不能承受较高的电压，工作时的电流也比较小，导致它无法用于大功率的电器上，使用场景非常有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各国都开始在功率半导体领域加大投入。终于在1980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科学家贾扬巴利加发明了第一代 IGBT 芯片，成功的解决了 MOS 管存在的问题。而在看到 IGBT 芯片的潜力后，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富士也都相继开始研制 IGBT 芯片。尤其是电力设备发达的德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更大，取得的成就也更加辉煌。1988年，德国西门子研制出其第一代 IGBT 芯片，接着在1990年又推出了第二代改进型的 IGBT。到了1999年，西门子拆分了旗下半导体部门，成立了一家独立的新公司，也就是后来垄断 IGBT 行业20多年之久的英飞凌。在引进高铁的2004年，英飞凌的 IGBT 芯片已经发展了20多年，产品已经更新到了第6代，而国内却还没有任何一家生产 IGBT 芯片的企业，中间的差距大得难以想象。所以德国西门子在转让高铁技术时，其实就已经打定算盘，在 IGBT 芯片上这笔学费我们是交定了。而且随着计算机和各种信息科技的发展， IGBT 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快，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中国开始逐渐认识到 IGBT 的重要性。从2006年起，国家开始大力扶持 IGBT 产业的发展，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将 IGBT 列为15个重点技术之一。之后又划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IGBT 产业的发展。在政策鼓励和引导下，一批中国企业开始尝试进军 IGBT 产业，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这其中成绩最为亮眼的企业有2家，一个是国企中车株洲，专注于高铁设备的研究，还有一家就是比亚迪。2003年，王传福收购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市场。比亚迪是做电池起家的，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后，就一直想要将电池与汽车结合起来，发展新能源汽车。在初步的尝试中，比亚迪就遇到了非常尴尬的问题。当时的电动车还属于新兴产业，全球相关的企业都很少，没有几家企业能生产配套的设备，因此比亚迪必须从头开始研究。再加上比亚迪当时的体量非常小，并不被市场看好，自然也没有人愿意配合比亚迪搞电动车的配套。于是他们被迫自己研发3电，自己搞整车设备，甚至连汽车的模具都得自己造，逐渐走上了自研核心设备的道路，俗称垂直整合战略。其中在研究3电时，比亚迪发现电力从电池到电机的过程中， IGBT 芯片是绕不开的关键环节。但是当时市面上都是工业 IGBT 芯片，没有电动车配套的 IGBT 给比亚迪用，而且这东西特别贵，大量采购会影响整车的价格，所以他们就想着能不能自己也搞一下。2005年时，比亚迪第6事业部就成立了 IGBT 部门，专门组装和自研 IGBT 芯片，属于国内最早进军 IGBT 领域的企业之一。IGBT 也属于芯片的一种，因此它也需要 EDA 设计软件，需要流片制造等，自己造的难度非常高。比亚迪又是刚刚从电池领域跨界到生产汽车，在半导体领域没有任何的基础，因此比亚迪初期的自研并不顺利，只能从代工并且购买其他企业生产的 IGBT 进行研发，而代工的对象就是英飞凌的 IGBT 芯片。不过在代工一段时间后，比亚迪发现英飞凌很多技术都是保密的，仅仅通过代工并不能真正的掌握 IGBT 芯片设计和研发技术，最终只能沦为外国公司的血汗工厂。在2008年，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决定赌把大的，他从有限的资金里挤出了1.7亿元，收购了宁波中伟半导体公司。中伟的前身是台积电的一家被淘汰的工厂，主要做芯片代工业务，因为资金不足、产线老化等问题，已经陷入严重的亏损，就连当地政府都不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而王传福却看中他们的半导体设计能力和研发团队，于是比亚迪这才斥巨资收购了这家企业。这笔交易就像当初比亚迪收购秦川汽车一样，被大众看衰，很多人都把他们当作冤大头。因为当时中国在 IGBT 上确实与国外的差距太大了，几乎没有任何突围的可能。而比亚迪顶住了外界的压力，不惜顶着亏损砍掉了不少中伟半导体原本的代工业务，把整个公司完全整合进比亚迪的产业链中，专门从事 IGBT 等车用半导体的研制。2009年，比亚迪推出了自主研制的 IGBT 1.0 芯片，一举打破了西方国家在 IGBT 车载芯片领域的垄断，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然而，这是一次叫好不叫座的技术蜕变，因为 IGBT 1.0 就是第一代半导体技术，早就被西方给淘汰了。比亚迪自己的汽车也没办法大量应用这个芯片，只能作为技术储备。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东西无法使用，很多等着看笑话的人就更开心了。于是他们就更加看衰比亚迪半导体业务，各种比亚迪将要亏损20亿的传言满天飞，比亚迪的股价也因此大跌。这种看衰中国芯片其实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华为当初成立芯片业务的时候也被很多人看衰，芯片作为高端设备的核心部件，难度自然很高，但更多的是他们打心里就没觉得中国制造业能够成功超越欧美。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不管是华为还是比亚迪，他们都不是单独做芯片去与欧美竞争的，而是将它作为主营业务的一个垂直战略，盈利都是次要的，未来才是他们看重的。比亚迪的 IGBT 也是如此，他们并不需要半导体业务盈利，
比亚迪需要的是解决 IGBT 这个核心设备配套的问题，就像秦川汽车一样，只要能支撑起比亚迪的电动车战略，那么它就是一笔成功的交易。因此在这之后，比亚迪并没有放弃 IGBT 的研发，反而不断的更新迭代，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陆续推出了 IGBT 2.0 以及 IGBT 2.5 芯片，比亚迪半导体业务距离成功只差一个契机。2014年，比亚迪终于等到了一飞冲天的机会。这一年，国家出台了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新能源汽车正式成为中国汽车重点发展方向。IGBT 芯片作为电动车的核心器件，自然也受到了各大企业的关注。西方很多 IGBT 巨头开始研发相关的配套，而比亚迪筹备了多年的 IGBT 芯片一下子备胎转正，无缝衔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垂直供应链的战略。他们研发的第2代和第3代 IGBT 也被大量应用在比亚迪的汽车上。据统计，截止到2020年时，比亚迪就有超过100万辆车应用了这2代产品。想想看，如果没有当初对于 IGBT 的坚持，比亚迪汽车还能这么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比亚迪核心3电、混动技术都离不开这玩意儿。但这还不是比亚迪最大的成果。随着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暴涨，比亚迪的 IGBT 技术也随之飞速发展。2018年，比亚迪推出了 IGBT 4.0 芯片，不仅达到了国外同一阶段 IGBT 的主流性能水平，在部分性能指标上还实现了反超，其电流输出能力较当时市场上主流的 IGBT 高出 15%， 温度循环寿命更是相当于其他市场主流 IGBT 的10倍以上。而反过来 ，IGBT 技术水平的提高，又帮助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提升，不仅做到了输出功率更大、可靠性更好，而且成本还要比同行更低。比亚迪电车的性能越好，卖的就越多，也就有更多的钱和数据改进升级 IGBT 芯片。2021年，比亚迪推出了 IGBT 5.0 产品，性能指标不仅追上，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比亚迪 IGBT 的中国市场份额也一跃上升到第2，仅次于英飞凌，至今已经连续3年保持这样的成绩。2020年到2022年，在全球爆发的缺芯潮中，各家汽车行业巨头都曾因为缺少汽车芯片被迫减产，甚至被迫提高售价。尤其是2022年，全球因为缺芯减产了约450万辆汽车，丰田、本田、通用等等汽车巨头普遍减产了10%左右，而比亚迪却逆势上扬，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达到了1877034辆，同比增长了209.17%。比亚迪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其实在这中间，比亚迪战略也发生过转变，他们不再执着于垂直战略，而是选择开放汽车供应链，并且将电池、半导体等业务拆分，让他们自己独立发展。这个转变有2种原因，一个是因为垂直战略是时代的需求，比亚迪为了把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只能自己单干。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已经成熟，比亚迪汽车业务有了众多的选择，垂直战略就不再是最佳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整个集团的战略考虑，比亚迪集团的业务不只是汽车，还有手机、电池、半导体、轨道交通等业务。以前大部分业务都是为了电动车服务的，这种模式在初期很成功，它的确帮比亚迪确立了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优势，但到了后期反而会成为汽车的累赘。反正产品生产出来都给自己用，那么就不用担心市场竞争了，没有竞争就没有技术更新迭代的压力，长久发展下去就容易产生惰性，拖累汽车业务。有些人说比亚迪 IGBT 芯片名不副实的原因就在这里，没有接受过市场的考验，那么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是在成为花朵的路上。因此将业务拆分，让供应链接受市场的考验，就成为比亚迪接下来的重点。比亚迪半导体业务也不再以 IGBT 芯片为主，而是将它扩大到整个汽车芯片，比如电池电芯、汽车智能芯片等等。然而这种战略并不容易，因为 IGBT 芯片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很多车企习惯与一家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比亚迪想抢夺市场的难度不小。其实比亚迪半导体也不是高枕无忧，他们依然面临高端封锁的困境。现今的 EDA 设计软件、生产线、生产设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锁，因此他们的产品想要跟上英飞凌的世界巨头的脚步，就需要比亚迪乃至中国整个芯片行业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好了，我是小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中美的登月竞争已经开始了，中国计划在2028年前建成月球南极科研站，而美国则计划在2025年左右重返月球，载人登陆月球南极，并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的基地。按照这个时间点双方的竞争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胜出者将引领未来几十年内的月球科考，成为世界航天领域的领头羊。于是网上就开始吵起来了。有些人说美国已经取得了领先优势，他们本来就有登月经历，去年11月份的阿尔特弥斯1号火箭也成功发射升空，还拉拢了一众盟友等等。反正意思就是美国返回月球的机会相当高。这么一听好像挺有道理的，毕竟美国是可以无限印钞的，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航天上砸下其他国家数倍的资金。比如 NASA 2022年一年的经费就高达240亿美元，是中国航天的好几倍。由此可见在登月竞争中，美国的优势确实相当大。当然也有些人说了，中国航天有着体制的优势，
我们的经费的确不如美国，但是钱都用到了刀刃上。从1992年到2013年，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一共只花费了390亿元人民币。但总能花小钱办大事儿，不仅实现了月球背面登陆，更是成功的取回了月壤，效率远远超过美国。然后双方吵的是不可开交，公婆都各有道理。其实中国与美国的登月竞争早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中美欧俄印日相继提出了宏伟的登月计划。后来科学发现报还将世界各国的登月时间表进行了对比，发现是一个比一个能吹。比如俄罗斯计划将在2005年时将登月飞船首次送到太空，印度就声明要在2008年发射第一艘无人登月飞船。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再次登月计划，想要在2020年重返月球。日本就喊出我们不仅要登月，还要在2025年在月球建立基地的口号，并且要让机器人成为月球基地的拓荒者。好家伙这些计划个个都是 PPT 中的高手相比之下，中国的探月计划就有点寒酸了。就是在3年内实现嫦娥1号绕月飞行，6年内实现月球车在月面软着陆，2020年左右实现月壤采样返回，也就是最常规的绕、落、回3步走战略。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的探月规划相对保守了一些。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份报道，我们在2007年实现了嫦娥1号绕月飞行，在2013年实现了嫦娥3号和玉兔号月车软着陆，在2020年实现了嫦娥5号月球采样返回。当年吹出的我们几乎都一一实现了。那么其他一起吹牛的小伙伴呢？看一份数据大家就都懂了。从2005年至今世界各国总计进行了7次登月尝试，只有3次取得了成功，成功率还不到50%。而取得这3次成功的，正是中国的嫦娥3、4、5号登月任务。换句话说当初信誓旦旦要登月的几个国家，只有中国全部都取得了成功。因此有网友戏称，大家只是拿个登月 PPT 吹吹牛，只有中国傻傻的当真了。本猫一直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今的中美登月竞争，其实答案早就藏在曾经的铺垫里了。中国当初是如何超越其他国家的，以后也是一样的。其实在登月之争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落后的非常多。早在1958年，美国和苏联就相继发射了先驱者0号和月球 1A 号月球探测器，开启了人类探索月球的尝试。尽管因为早期技术的不成熟，两国的探月计划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是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竞争，象征着人类最高科技之一的航天领域更是两国争夺的重点。所以美苏两国都对月球探索投入了海量的资源，屡败屡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到1976年，美国和苏联共计进行了约100次的探月活动，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下，双方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比如说，苏联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近月飞行，第一次月面硬着陆，第一次无人机器取样返回等等。至于美国取得的成就就更加令人瞩目了。除了1967年阿波罗11号实现第一次载人登月外，美国还先后完成了6次载人登月，将12名航天员送上月球，带回了382公斤的月球样品，获得了大量的科学数据。而中国就相差很大了。1970年，我们才刚刚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送入太空，中国的航天事业才刚刚起步。而当时的探月工程是一场非常烧钱的大国游戏。阿波罗计划所使用的土星5号重型运载火箭，平均每一枚的成本都高达5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亿美元。等于说每发射一艘阿波罗飞船就要烧掉一个航母舰队。阿波罗计划共计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为了实施该计划， NASA 每年的预算占到美国政府总预算的 4.5% 左右，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负担400多美元。所以在当时，对于美苏垄断的探月工程，我们只有仰望的份。当然探月工程恐怖的烧钱速度，连美苏也有点吃不消1976年之后，苏联取消了载人登月计划，美国也放弃了后续的探月项目，月球探测进入到10几年的沉寂期。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以及月球探索的新发现，第2次探月热潮才正式开启。这一次的探月热潮不同点在于，它不再是美苏两国的对手戏，而是各个新兴国家和势力都开始加入到探月之争中。1990年，日本发射了第一个月球探测器飞天号，并且成功硬着陆月球，成为第3个探索月球的国家。1994年，美国的克莱门汀号探测器首次发现月球的南极可能存在大量的冰，进一步点燃了各国月球探测的热情。因为有冰的存在，就意味着在月球上建立月面基地更加具有可行性了。2003年，欧洲航天局发射了斯马特1号月球探测器，它是世界上首个正式应用太阳能电推系统飞向月球的探测器，欧洲也由此成为第4个探月者。中国的探月计划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2004年，国防科工委正式对外宣布，我们的探月计划进入到实施阶段，按照绕、落、回3步走的方案，逐渐对月球进行探索。
这个方案相比其他国家更加保守，也符合我们稳扎稳打的航天文化。没想到我们稳扎稳打的探月计划却成为了其他国家的对比对象。他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都喜欢把中国当作反面例子，大肆宣传自家探月计划的先进，并宣称要在探月之争中彻底战胜我们。比如在2007年，日本计划发射月亮女神号月球探测器。月亮女神号探测器的技术在当时确实比较先进。在抵达月球轨道后，月亮女神号将发射2颗小卫星，其中一个是中继通信卫星，另外一颗是测量卫星。他们将配合主卫星对月球背面的重力场进行精细的测量，这是我们嫦娥1号没能做到的，甚至在国际上都属于首次。按日本太空事务官员的说法，月亮女神号总计耗资约320亿日元，将是美国阿波罗计划以来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探月计划，甚至超越了前苏联的探月工程。日本媒体在报道中还不忘把即将发射嫦娥1号卫星的中国拿出来做对比，说此刻的重点问题并非在于科学上，而在于哪一国会先抵达月球。就连日本航天机构的官员都不忘阴阳怪气一番。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高层的川太宣说，我不想把这个变成一个要决定胜负的问题，但我相信不管哪一国先发射，日本的任务在技术上还是占优的。我们可以见证哪一国的任务能在科学上带来突破。日本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的前研究主管长州秀夫更是直接点出这将是一次南极科考争夺战的重演，双方将在探月工程上再一次一决胜负。除了日本，印度也不忘在探月活动中将中国作为对比对象。2008年，印度发射了月船1号月球探测器，成功将一枚小型撞击探测器撞向月球，在这枚撞击器的侧面上绘制了印度的国旗，因此整个印度都嗨了。印度航天局主席奈尔高傲地表示，我们兑现诺言，把月球带给了印度。我认为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在首次探月时就能做到这么精确。印度媒体也大肆宣扬，还不忘将中国拿来对比，说此前中国的嫦娥1号任务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印度已经在探月项目中实现了对中国的领先，成为美苏欧之后第4个把国旗送到月球的国家。印度正在从航天大国走向领先世界的航天强国。而对于日本和印度的挑衅，我们的回应就要大气多了。首先，嫦娥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欧阳资远院士并没有像印人那样将他们的探月计划拿来对比，反而夸他们说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探月工程都各有千秋。日本以3个卫星联合探测月球的重力场，这在世界来说都是首次。中国用微波探测仪探测月壤特征以及厚度，也是世界首次。我们都要尊重每个国家的智慧和创造性。然后他还表示，各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探索月球，加深人类对月球的认识。然而，当时的日本和印度正沉浸在探月成功的兴奋中，一心只想在探月中超越中国，根本就不屑于回应中国的合作建议。他们相继提出了更加宏伟的计划。日本再次强调要在2025年建立月面无人基地，而印度航天局则要赶在2012年前发射月船2号软着陆月球，甚至在2020年前抢先载人登月，以实现对中国的全面领先。然而，他们显然高看了自己，低估了中国。探月工程不仅是一项需要资金持续投入的烧钱项目，还是一项需要周密规划、大量人才以及技术支持的高科技项目。在资金支持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重创了日本，让日本的经济从失去的10年变成了失去的30年。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政府对航天项目的预算不断减少。从2008年到2012年，日本的航天预算连续4年减少，很多项目只能被迫延期。2013年，日本的 JXA 载人技术领域负责人佐藤直树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正在寻求在探月工程方面进行国际合作，要想推动人类探索月球和其他行星的事业，就需要一个有着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国家来发挥带头作用。我想接下来就需要中国来挑起这一重担，如果中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话，会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然而，过去中国呼吁探月合作时，日本是爱答不理，现在日本想要合作时，才发现他们已经是有点高攀不起了。在日本航天经费捉襟见肘的时候，中国的航天经费却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取得的成就也是愈发辉煌。2013年12月，嫦娥3号探测器成功在月面实现软着陆，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3个实现月面软着陆的国家，真正在探月项目上与日本和印度拉开了差距。并且，嫦娥3号上还搭载了我们自己研制的玉兔号月球车，实现在月面上无人行走和探测。这意味着，在日本最有优势的机器人技术上，我们已经不需要跟他们进行合作了。而且在项目规划上，中国航天更是远胜于其他竞争对手。在月船1号取得成功之后，印度的自信心高度膨胀。在后续的月船2号项目中，印度试图直接一步登天，在月船2号中塞入了轨道探测器、月球登陆器和月球车3大部件，准备在一次任务中实现轨道探月和月球登陆2大目标。这就相当于把嫦娥2号和嫦娥3号2次探月任务集合成一次，难度可想而知。
而最终的结果也不出意料的出现了问题，先是与俄罗斯联合研制进展不顺，改由印度自己完成，从原定的2012年发射延期到2018年，再延期到2019年，好不容易在2019年的7月22日发射升空了。结果因为探测器的重量太大，印度自己没有足够的推力火箭，不能把月船2号直接送入月球轨道。嫦娥3号4天就走完了地月旅程，而月船2号足足走了29天。到了月球轨道之后，月船2号在9月7日进行了着陆器登陆的尝试，结果着陆器在距离月球表面的2.1公里处与地球失联，一头扎进了月球地表，软着陆变成了硬着陆，任务宣告失败。而我们的嫦娥探月工程不仅严格按照绕、落、回的顺序，从嫦娥1号到嫦娥5号用了13年的时间，共计5次发射，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规划中的探测任务。在进行关键节点任务时，我们还提前做了备份规划，嫦娥2号是嫦娥1号的备份，而嫦娥4号则是嫦娥3号的备份。在嫦娥1号、3号一次性成功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利用备份的嫦娥2号、4号完成了月球落点规划，世界首次月球背面着陆的任务。可以说我们的探月规划具有稳妥的3步走加备份战略，也有节俭的备份卫星再就业方案，从而造就了我们在探月工程上的领先。当然，航天项目与所有的高科技项目一样，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依然是人才，而在这一点上，中国航天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在嫦娥5号从月球取样返回时，24岁的首位太空女指挥官周成玉就因为其年轻而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而像她一样的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航天项目中随处可见。嫦娥5号任务的总调度刘建刚出生于1989年，长征5号火箭总控系统指挥官许文晓不过26岁，整个嫦娥探月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科研团队的年轻化无疑说明了中国航天涌入了大量的年轻人才，这对于航天项目来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历史上，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时，阿波罗团队平均年龄同样只有33岁，马斯克 SpaceX 公司员工平均年龄更是只有28岁。相比之下，近年来 NASA 员工的平均年龄已经变成了52岁以上，有断档的风险。NASA 的众多项目也开始不断延期、超支，而日本的情况甚至更糟。日本航天机械产业的从业人数从1995年的约1万人减少到2013年左右的6000人，到2017年，日本航天机构的雇员总数约有1500人，甚至不足以独立开展载人航天项目研究。人才上的优势带来的是技术上的领先。日本早在1990年就进行了绕月飞行，但直到目前都未能解决月球着陆的技术难题。2022年11月，日本首个登月探测器浩克号发射后与地面失去联系，宣告失败。2023年4月26日，日本白兔号登月舱在着陆过程中失联，坠落在月球上。相比之下，我们在2007年实现绕月，2013年的嫦娥3号就实现了第一次月面软着陆。2019年1月，在印度月船2号、日本浩克号月球探测器还没发射的时候，我们的嫦娥4号就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在月球背面着陆的航天器，开创了月球探测的新篇章。2020年11月，我们的嫦娥5号不仅实现了月球软着陆，还成功采集了1.7公斤的月球样品，并顺利地返回地球。我们由此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3个获得月球样品的国家。而到了现在，与日本、印度进行登月之争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甚至追赶上美国载人登月的记录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下一步月球探测规划一样分为3步走，分别是勘、研、建。我们将在2026年前后发射嫦娥7号，对可能存在水资源的月球南极进行勘察，为后续的嫦娥8号任务奠定基础。2028年前后，我们将发射嫦娥8号，与前期抵达的嫦娥7号组成月球南极科研站。我们将在月球科研站的基础上，构建月球国际科研站，建立一个短期有人值守、长期自动运行的月球科考基地。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月球长期科考基地，在遥远的未来，甚至有可能作为我们探索深空的跳板，为我们打开通往星辰大海之路。中国探月甚至登月能不能超过美国？其实答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探月需要长期稳定的计划，研发人员坚持不懈地攻克困难，各方的资源源源不断的支持。中国在这3样里全都占着优势，年轻的人才、全球独有的制度优势，再加上越来越好的经济和资金的倾斜，就算未来几年无法超越美国，但是在更长远的未来也一定会赶超他们，至少我是相信的。以前我们吹过的牛都可以实现，现在我们吹的牛未来也一定会实现。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见。